我们也许都有过这个想法，创造一个微缩的世界，再把自己缩小放进去，这样你就有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属于你的天地。但是很可惜，现实世界有物理法则的约束，我们做不到。可能最接近这个想法的表现形式就是游戏。现在我们可以把整一个世界都放进口袋里。那虽说在现实世界中构建一个微缩世界困难重重，但是我们还是一直心心念念，因为微缩景观太有魅力了。最近我们做了一个很有趣的项目，实现了我们的这个梦想。我们花了60天的时间，把原神里的一座城市直接在现实中给造了出来。这次的经历我觉得和别的项目完全不同值得来和你分享。所以先请欣赏桌面上的璃月港。看完刚才的片段，你觉得还原度怎么样？那玩过原神的小伙伴可以打开游戏对比一下，然后在弹幕上评论一下。我们花了2个月的时间来制作这个微缩景观，就真的有太多坑了。一个优秀的微缩景观最核心的点就是细节，那这个词就是创作者的彻底的噩梦，它就意味着你要等比例把现实物体的细节都给缩放下来。那比如说窗户、墙上的砖瓦，甚至天台的晾衣架，就一个都不能少。那其实单说细节的话，我觉得也还好，因为现在我们有3D 打印，效率会高不少。那逻辑上，我们只要获得璃月港所有物体的3维数据，然后结合手工、结合打印，做出只有体积结构的素模，再上细节、添颜色，给每个物体做上质感，然后再进行拼接还有整合就可以了。听起来非常简单，我们一开始想的也非常美好，恨不得给自己鼓鼓掌，觉得跑通了所有的技术流程。但是项目开始的第1天，我们就懵了，因为版权还有保密的原因，我们根本就没办法获得璃月港的3维数据。那解决方法当然也不是没有，但是说回来就会觉得非常的傻。就我们需要在游戏世界里面测量出原神这个世界的比例。虽说它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游戏，但是开发游戏的老哥也没为我开发一个激光测距仪我们就只能在游戏里以角色作为一个标准，通过移动、任务距离、视差、还有夹角、还有肉眼对比的方法来计算各个物体和角色之间的大小关系。理论上，只要我们算的视角足够多，就能获得一个比较准确的数据。而光进行数据采集，我们就花了20天的时间。这个数据测下来，其实还是非常震撼的。就假设我们把人物身高在现实中设定成10厘米，那么反推一下，璃月港的长宽都会超过30米，总面积会超过1000平米。那我们拿整个公司来摆都摆不下，所以我们开始不断缩小比例，直到我们把角色缩小到只有1厘米高，璃月港的面积仍然超过了10平米。但是你要知道，游戏中璃月港只占了提瓦特大陆可能1/100都不到的面积，这就非常离谱了。按照我们的测量结果来看，目前原神已经开放的地图总面积大约是15平方公里，而整个提瓦特大陆将会是一个70平方公里左右的存在。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杭州市下城区的总面积是29.3平方公里，那生活着53万的居民。那要创建一个接近甚至是超越现实中一个区的大小的世界，我是真的不敢想象这个工作量。那在进行测量的时候，我们的摄影团队也开始了一些技术测试。我们最纠结的地方就是背景。一开始我们考虑过用超大的 LED 屏幕，但是细腻程度不够，
我们也打印了一块7米乘2米的超大背景布来当背景。可是当背景布你做好了以后，我们才发现，背景布实在太大，必须要用拼接的方式，但这样又会出现不可避免的褶皱，就特别难看，也不真实。那最终我们纠结了很久，还是选择了用栏目来做整一个特效合成。那这次选择栏目主要有2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场景里有很多绿色，我们要优先保证场景的完整。那第二是因为绿幕的反射率会比栏目要高很多，绿色会溅射到场景之中，形成这种不自然的观感。那栏目因为天本来就是蓝的，反射回来的蓝色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整个场景的真实感。而微缩景观在完成测量建模之后也开始搭建，这是由我们的老朋友微缩景观团队的大师一位老师带着他整个团队来执行的。那根据他所说，这也是他做过最有挑战的一个项目。虽然我们使用了大量 3D 打印提高了效率，但是由于梨园港都是中式建筑，而中式建筑又有着大量的细节，这就给 3D 打印带来了很多的困难。一个细节的地方打印出错，就意味着需要全部重新再来。那比如说梨园港这个最前方的塔楼结构上，它下方是建筑底座，上方是双层塔楼，斜侧方还有个中式断桥，每一部分又有着自己独特的结构还有纹理。那整座建筑无论是整体还是细节都非常非常复杂，而且 3D 打印并不能给模型上色，在打印完成之后，你就得根据建筑的真实情况，用喷漆或者画笔给塑模上一层底色。而且大量无法打印的细节，比如说窗户、屋顶上的瓦片、城墙，还有道路这些砖块等等，都需要手动一个一个给它装上去。这个过程就充满了海量的抠细节啊！那就拿给屋顶贴上砖瓦结构来说，我们就先得找到这样的纹理的材料，然后裁切成屋顶的每一面的大小，再一个一个全部贴上去。而每座房子又都有几十个面，我们又有几十栋的房子，这个工作量是真的起飞。而且把结构做完了以后，你还要再做一次质感，这个船锚就得有金属的质感，道路就得有石头的质感啊，这里就需要手工多次喷涂才能够实现。而且这还只是制作房屋建筑这一个种类的这个工作量。那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制作桥梁、道路啊、停泊的船，甚至岛屿，还有海洋本身。那一位老师他们就是这样在我们的工作室爆干了30天，我是真的打心底里佩服。当所有东西完成整合之后，就是成片的拍摄。那以往我们的节目都是用 RED 这种大机器，再把物体拿到一个好看的背景前面来进行拍摄，但这个庞大的沙盘根本没法移动，而有一些特殊的穿梭镜头，甚至微单都没有办法来使用，根本就无法获得我们想要的视角。所以我们只能够把画质的要求放低，改用了 GoPro Hero 5的 Session 还有 Osmo Action 这2个组合来进行拍摄。那为了尽可能自由的移动，我们做了很多魔改的方案，特别有趣。比如说之前节目中我调侃过 Adochrome 还有魔爪的那个魔杖，这次倒是居然真的帮了我们大忙。就魔爪子这个魔杖不够长，我们就砍了一段木头当做一个延长棒，然后大力胶一捏就变成了一个微型的伸缩炮，获得了这个画面。这个 Adochrome 不是之前节目中我们说的那个垃圾的那个滑轨，而是一个电动的摇臂，但它仍然不完美，它只能满足一个角度的俯仰，所以我们把它架在了一个云台上面，通过手动的方式变成了这么一个半自动的机械臂的系统。我们还拿泡沫板粘上了 Osmo Action， 拍了这个航行的视角。就这次拍摄非常的魔幻，有一种回到当初刚开始学视频时候的感觉。就你不这么在乎设备，不这么在乎这些画质，但是你在乎怎么样拍到这个特殊视角的画面。就几乎每个镜头拍完，我们都会觉得很惊喜，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因为在我们的意识里面，依旧觉得它是一个游戏里面的城市而已。但当它真实的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像上帝的错觉，就它的细节实在是太丰富而且逼真了。每一个走进我们工作室看到梨园港实体的朋友，都多多少少被震撼到了啊，都会拍几张照片。这种时候就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就真的这种实体的东西，你看到的时候真的感觉不一样，你会觉得这个项目就值了啊。但其实仔细一想，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只是照着游戏刻画出来了而已。那在进行数据测量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疑惑，就明明塔楼做1层也可以，为什么要做2层？明明楼道你可以设计的很简单，原神他们为什么要设计的这么纵横交错？那还有一些角落，我觉得99.9%的玩家都不会过去，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地方？
我们还发现游戏里的地面的光影会变化， NPC 会按时下班，在阁楼里还有一些小猫。就当看到这么多细节的时候，那天我想了特别久，然后下班路上看着街上人来来往往，就突然有这种感觉，就一个世界的真实感，来源于它本身的无序和可能性。有太多东西需要你去主动的发现，也许就有的东西你会永远错过，但这才是这个世界的魅力所在。如果说一切都变成为你安排的，只是为你来准备的，那你在真正意义上还是自由的人吗？就我很感激设计师留下这些看似没有那么必要，却又充满着生活气息的细节。就我还悠悠的想过，他是怀着怎么样的心情，当天把这只小猫放在这里的。也许他是笑着把这只猫给放下的，想着有一天会有一个朋友来到这里，看到这只小猫，会心一笑。就这可能就是这种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一种情感上的传递。好了，本期内容大概就是这样。感谢米哈游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去把这样一个虚拟的原神世界给放到现实中来，也带给了我们很多思考。我对游戏的这个观点也有很多变化，因为去观察了很多细节。也希望这次制作经历的分享能给屏幕前的你带来一些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